Hello， 大家好，我是 Teresa 同学。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真实故事，一个连医生都为之震撼的奇迹。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他正在和血癌搏斗，但不幸的是，他还并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病情恶化到什么程度呢？医生们经过会诊，不得不沉重地告诉他的家人，孩子恐怕只剩下2天时间了。所有的医疗手段似乎都走到了尽头。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刻，这个虚弱的少年却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让人心碎的愿望：我想去外面看看太阳。或许是想满足孩子最后的愿望，医护人员推着他来到病房外，让他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你知道吗？奇迹发生了。就在那之后，他的感染状况竟然开始显著好转，并且持续进步，最终他康复出院了。是的，一个被判死刑的孩子，因为阳光重新拥抱了生命。讲述这个故事的是 Dr. Roger Sabalas， 一个经验丰富的重症监护医生。他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看到了太多生命的挣扎，也因此他对一些最基础最自然的生命元素有了颠覆性的理解。他坚信阳光才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大大的低估了的奇迹药方。你可能会想，阳光嘛，不就是提供维生素 D 吗？从小我们就知道晒太阳好啊。但 Dr. Sabalas 的发现远不止这么简单。他告诉我们，我们对阳光力量的认知就像冰山一角，海面下还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就藏在阳光中一种看不见的能量里，它叫红外线辐射。没错，就是我们在遥控器上看到的红外线。但阳光中的红外线力量可大多了。想象一下，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就像一个微型的加工厂，而工厂里的能量发电机叫做粒线体，它们负责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动力，但同时它们需要一个冷却系统来保持高效运转。Dr. Sabalas 发现，阳光中的红外线能够穿透皮肤8公分，直接与这些粒线体发电机对话。它能激活粒线体的冷却系统，使它们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叫做褪黑激素。你没听错，褪黑激素，它可不是只是助眠而已。科学家们现在发现，它更是粒线体最强大的抗氧化剂和修复剂。简单点说，阳光中的红外线就像给我们的细胞发电机注入了一剂活力针，让它更有效率、更健康的运转。你知道吗？许多现代的慢性病，像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心脏病、糖尿病，甚至很多癌症，都被认为与粒线体功能障碍有密切关系。所以，当我们让红外线去滋养粒线体，我们就是在从根源上预防和对抗这些疾病。这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深奥得多？你以为这是现代科学的全新发现吗？其实我们古老的祖先对这股来自太阳的生命力量也有惊人的洞察。在中国流传1000年的养生宝典《黄帝内经》里，就反复强调阳气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他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折寿而不彰。这句话太精辟了，意思大概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如果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生命就会衰竭或者减寿。而天地间最直接最纯正的阳气来源，不就是那高悬空中的太阳吗？所以你现在理解为什么道家的修炼者们很早之前就开发出了一种神奇的功法，叫吞阳功。我还练过或者更常见的一种说法叫采阳功。他们会在清晨太阳出生，阳气最为柔和纯净的时候，面向东方，通过特定的姿势、呼吸和意念引导，把太阳的精华采入体内，用来滋养元气、强身健体，甚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这是不是跟 Dr. Sabalas 说的阳光在激活我们细胞的能量发电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们那个时候可没有显微镜，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粒线体，但他们凭借着对天地自然的深刻感应，竟然本能地找到了与宇宙阳气共振的方法。这份智慧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当然，古人也讲求阴阳平衡，阳气虽好，但过犹不及。就像太阳光太强烈，暴晒过度也会伤身。道家讲求采而不耗，就是吸收阳气也要适度，与自身的阴气协调，方能长久。现代科学也用数据再次验证了这份古老的智慧。瑞典一个长达20年追踪了数万女性的研究指出，经常晒太阳的人，他们死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非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竟然是最低的。而且这项研究甚至将缺乏阳光对健康的危害与吸烟的危害相提并论，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阳光的认知啊！英国也有类似的40万人的研究，证实了阳光能降低非皮肤癌的死亡率，并且并未增加黑色素瘤的发病率。原来不是阳光太危险，而是我们一直都误解了它。但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紫外线会晒伤皮肤，会被衣服隔绝。那么 Dr. Sabelas 所说的红外线，它有什么特殊性呢？答案是红外线是可以穿透衣服，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穿着轻薄的衣服，那身体依然能够接收到红外线的疗愈力量，而紫外线则会被衣服阻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穿着轻便的衣服，在早晨傍晚享受温暖的红外线，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紫外线暴晒。每天只需要15到20分钟就能启动细胞的修复开关。物理的阳光以它看不见的力量疗愈着我们的身体。但是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Teresa 同学的节目从来不会只停留在物理层面。Dr. Sabelas 在他的8大健康支柱中，最后一个支柱是信任。他提到信仰和对事物的信任能有效降低焦虑和抑郁。这句话瞬间让我联想到了我们古老的智慧佛法。佛法中光常常被用来比喻智慧和觉醒。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这里的灯和智指的是我们内在的光明。佛陀也被尊称为大医王，他的佛法就像破暗为明的智慧之光，照亮我们内心的迷茫和烦恼。你看，当现代科学发现阳光能从细胞层面疗愈我们身体的黑暗，比如疾病、粒线体功能障碍，而佛法则告诉我们，当我们内心充满信任、慈悲和智慧之光时，我们就能驱散心灵的黑暗、无明和烦恼。在中医养生中，神清气爽也是健康的最高境界。身体的阳气需要外在阳光滋养，心灵的阳气也需要内在的修持去点亮，两者殊途同归，都在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健康、更清明、充满生命力的状态。这不仅让人深思，阳光对身体的疗愈是否也是在唤醒我们内在的光明呢？亲爱的朋友，下一次当你抬头望向阳光，希望你能重新认识它。它不仅仅是每天升起的物理现象，更是一份被我们忽略的来自宇宙的馈赠。它不仅能点亮你的身体，也能指引你点亮心灵深处的智慧。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和这些科学发现所震撼，并且想开始将阳光融入你的生活，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不错过任何一期开启智慧的内容。也请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你对阳光还有哪些好奇和疑问？你是否也相信内心充满阳光比什么都重要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Teresa 同学。下期节目将会探讨另一个被我们忽略的生命元素——空气，以及它如何成为我们身心灵的隐形疗愈师。千万别错过哦！下次再见。